针对美国近日在对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决定自9月18号起，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采取反制措施，涉及哪些武器？拜登政府上任以来对台军售的新趋势，为何在近期给美台军事勾连带来了新的矛盾点？来看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8号表示，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此前一天，美国国防部国防安全合作局发布声明称，美国务院已批准一项总额约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返还、维修、重新装运服务等。中方将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根据规定，中方决定对美国内华达山脉公司、遥感舵公司、立方公司、S3航空防务公司、特科姆公司、文本矿公司、扁平地球管理公司、ACTE 联邦公司、埃克索维拉公司等9家企业采取反制措施，具体包括冻结在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禁止我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制裁是今年以来中方对涉及对台军售的美国军工企业的第5波反制，也是赖清德上台后第3度反制。1月7号对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4月11号制裁2家美国军工企业，5月22号制裁12家美国军火商及10名高管，7月12号制裁6家美军工企业及5名高管，而且此次反制的速度也超过以往。在美方宣布军售后不到24小时做出反应，显然是有备而来。由于这次美对台军售案主要涵盖飞机以及相关设备零件维修、退运以及转运等服务，中方最新制裁的美军工企业中较多正是从事与航空防务相关产业，针对性相当强，并且被制裁的美军工企业也不再仅限于一些知名的军工龙头，如雷神技术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而是制裁了一些业界外名气相对较小，但在美国军工产业链中处于关键环节的企业。以内华达山脉公司为例，公开资料显示，这是一家美国私营电子系统供应商和系统集成商，专门从事微型卫星、远程医疗和商业轨道运输服务，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公司等军工巨头有过分包合作，还为美国空军和陆军的航空器升级和改装电子系统。五角大楼的合同公告称，内华达山脉公司研发和生产可生存机载作战中心的合同，包括交付工程与生产研发机、量产机、相关地面系统以及临时合同支持。另外一家立方公司则以提供运输系统、防务训练系统和指挥控制系统而闻名。立方公司在全球多个市场都有业务，之前给美军提供的产品包括受保护的通信、指挥和控制、情报、监视和侦察组合的综合能力等。有观察指，这次清单上还有几家美国企业，严格意义上并不算是纯粹的军火商，而是打军事擦边球的情报资讯机构或者配件企业。比如制裁清单中的文本矿公司，根据其官网信息，这是一家专门提供地缘政治、防务情报和媒体监控知识的解决方案供应商。更多公开资料则显示，文本矿公司的经营目标是为美国政府客户提供支持服务，主要业务为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开源情报分析。去年该公司曾派人出席过所谓的美台防务工业会议，与美国政府官员和台方代表讨论对台军售项目、台湾防务安全等问题。至于埃克索维拉公司，也是一家情报搜集评估机构，主要研究对象是解放军。据悉，埃克索维拉公司的上级企业是美国一家具有军方背景的情报分析机构。2006年，该机构与美国战略司令部签署合同，埃克索维拉应运而生。也就是不管你企业大小、名气大还是不大，只要是违背了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精神，对台湾
军售的话呢，做出一些我们说动作的话，那么中国的话有一个算一个都要制裁的。在这点来讲，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个人、任何企业、任何国家，那么来突破中国的这条底线。台防务部门17号对外炒作称，美国最新一批军售内容包含 F-16、C-130、P-3C 等美系军机，相关设备零件的修理回运以及承包商提供的工程、技术和后勤支援服务，体现了美国对台湾安全承诺。云云。民进党当局还吹嘘，这有助于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及不对称战力。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9号回应指出，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粉碎台独挑衅和外部势力干涉。任何人、任何势力不要妄想我们会吞下损害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正告赖清德当局不要误判形势，胆敢铤而走险，必将自取灭亡。事实上，此次中方的制裁清单上的多家美企是配件公司，即不向台当局出售成品的军火武器，而是提供台军舰机急需的各种配件。这显示中方制裁正在向美国军工产业链的上游延伸。由于这些配件公司的产品通常不会专供美军，因此延伸制裁链条也将对其民用业务造成打击。深圳卫视梳理发现，拜登政府自上台以来，总计对台军售16次，超过一半都与零附件和维修等服务相关。以往美对台军售都是以武器装备为主，零附件案不会特别公布。但近年美方改变方式，将台军申请的零附件军购案核定后也列为军售案宣布，这也被认为是近些年美国对台军售内容的主要变化之一。美台商会在美国对台军售中扮演掮客角色，其会长韩如博17号就公开抱怨称，最新的对台军售案延续了美国过去近4年来的趋势，即分批提供台湾价值相对较低的弹药及维持性物资，却搁置对台军所谓现代化的支持。分析指，韩如博的话表面上似乎在为台湾方面争取利益，但实际上却是在为蛋糕缩水而发出埋怨。值得一提的是，美方就最新一轮军售发布的新闻稿中还指出，这次出售的零件源自美国军事库存，不需要另外找国防承包商生产。但这种库存装备的对台转移，近期就造成不小风波。美国防部督察长本月11号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台湾方面去年12月收到的美国依总统拨款权提供的军事援助物资无法使用。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称，这让台当局高层官员感觉美方像在清理不需要的库存。报告揭露，270万发子弹为1983年产，已经过期，超过3500组防弹板和背心受潮发霉。有岛内舆论援引消息人士称，台军方对此事全面封锁消息，口风甚紧，而且也不敢用这些军援。军中有人私下抱怨，美方提供的战术背心是美军尺寸，不符合东方人的体型，加上有些受潮，防弹的钢片又非常重，因此并未全面发给部队。那这个项目不是我们选的，是美国帮你选的，说这也造成了美国总统或者是国会议员，同党的国会议员，有时候变成要销库存的管道啊。那他往往用市价来报，比如说1983年的子弹，他用2024年的子弹报价来报销。那这个当然，这个美国军方就会赚到钱啊。台湾淡江大学助理教授肖鸿荣17号就撰文表示，援台物资存在过期弹药、防弹衣发霉等问题，除让人对美国所谓协防台湾产生质疑外，这些军方过期的装备转移到台湾，这不仅难以处理，也带来了对环境的污染，更对日后的军事合作蒙上疑似以保护台湾之名行处理垃圾之实的言论。这样的做法是否存在弊案、利益交换，或是在军事援助名义下进行其他操作，都是需要进一步追究的问题。美国的话呢，对于台湾军售来讲的话，尽管有一些武器装备是过时的，或者是一些残缺的，但是美国的话呢，为了自身的利益，那么把台湾的话作为一个钱包，所以在这点上来讲的话呢，这也是美国执意要长期军售的这样一种选择。根本的问题就是向外界传递一种信号，
就是美国对台军售是不会终止的。当政府宣布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之后，中国立马就宣布将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那对此您怎么看呢？我注意到拜登政府在4年任期内的对台军售行为呈现出了这么几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其一是跟过往相比，虽然军售的频次异常的高，这已经是拜登政府任内第16次对台军售，它显示出美台军售程序已经实现了常态化。但是每次对台军售的金额已经大为降低，降到了只有区几亿美元。也就是说，拜登任内的对台军售已经呈现出了小步快跑的特点。第二，拜登政府所谓的对台军售，已经很少对台出售新式武器，甚至连台军方已经订购的200多亿美元的武器都未能及时交货，而是以向台方出售既有美式装备的零配件，以及从事后勤维修为主。这显然是因为俄乌局势恶化之后，美国的武器生产已经跟不上形势，甚至连乌克兰军队的需要都难以满足。第三，台军对美国武器的零配件以及后勤维修服务需求大增，又与他们近年来疲于应付解放军的绕台巡航活动有关。这就说明台军已经被拖入到了一场两岸军力的变相消耗战当中。而为报复美国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决定对美国9家军工企业采取冻结资产等反制措施。这也是赖清德上台之后，大陆第3度以涉台军售为由，对美国军工企业进行反制。而在我看来，中国大陆在把矛头对准美国政府的同时，也把矛头对准了那些参与对台军售的军工企业，是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在围绕着对台军售而展开的博弈当中，中美两国外交与军事关系无疑是受害方，被迫放血购买美国军备的台湾纳税人更是直接的受害者。同时，由于美国对台军售恶化了台海局势，两岸关系和地区局势无疑也是受害方。在这个过程当中，唯一直接受益方就是那些趁乱浑水摸鱼的美国军火商。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一些美国军火企业甚至成为了美国对台军售的怂恿与策划者。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屡屡把制裁大棒挥向那些军火企业，实际上对准的是藏在幕后的真正的罪魁祸首。那中方还回应了辽宁舰首次进入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之间的航行的问题。那对此您有作何解读？其实最近几年来，辽宁号航母编队几乎是每年都会有1-2次的跨区转场训练。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跟小鱼喜欢在近海活动相比，大鲨鱼必定要到深海活动一样，航母也必须要有更大的活动范围，必须要进行跨海区的远航作战训练，这是客观上的原因。另外，从主观上面来讲，中国大陆要遏制台独，也必须要经过台湾附近的海域，尤其是要绕到台湾东面的外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既对台独势力形成战术上的包夹效应，阻止美日介入台海局势。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台独引发了台海战争，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模式将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过去大家一提到解决台湾问题，就会想到中国大陆万船齐发渡过台湾海峡再登陆的景象。但是这次辽宁舰的行为，说明未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可能会是以航母为首的海空军发挥主力军的作用，先从台湾东部的外海与外空阻断美军的驰援，把台海战局的制海与制空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上，从而把台独势力牢牢地闷在锅里。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跟过往不同，辽宁舰的这次演训既绕进了台湾东北部的外海，同时还破天荒地进入了日本的毗邻区，并因此而引发了台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度紧张。我认为辽宁舰这种对日本与台湾地区同时展开反刺与威慑的现象，实际上是在以实际行动对日本所宣称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以及赖清德所宣称的日本有事也是台湾有事言论在说不。他向台湾地区
尤其是日本方面发出的信号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假如日本要主动介入台海局势，那中国大陆也有能力一起来对付。由于贴近脸部和身体其他脆弱部位，通讯设备爆炸造成的伤害极不人道。有当地医生表示，在其25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来没有像昨天那样摘除那么多只眼球。这起连环爆炸案的疑点还很多，但它揭开了新型袭击手法的冰山一角，给传统战争和反恐形势带来新的威胁。电子设备武器化还意味着什么？来看报道。3名美国官员爆料称，在黎巴嫩传呼机爆炸事件发生前几分钟，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曾致电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称以色列即将在黎巴嫩展开行动，但没有透露具体细节。还有消息称，当天加兰特与奥斯汀进行了2次通话。有美国官员称，加兰特致电奥斯汀是为了避免让美国完全蒙在鼓里，但美国不认为这算是一个正式的提前通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17号表示，美方正在收集关于黎巴嫩传呼设备爆炸事件的信息，但强调美方没有参与其中。实际上，美国现在撇清压力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并没有太多的实际的用处。第一呢，就说明了美国对于地区事务的影响力实际是在一个迅速的下降过程中。那么第二，也就是美国对于它的盟伴，特别是对于以色列的这种约制力，也是在一个下降的过程中。所以这样的表态本身来讲，第一，对于地区的事务不会有一个积极的促进；那么第二，对于美国自身实际上也会有一定的伤害。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罗伯特·贝尔分析称，黎巴嫩各地发生的致命爆炸事件表明，以色列有能力插手并扰乱黎巴嫩真主党的后勤供应链，这需要大量的技能，甚至连美国也可能无法做到这一点。贝尔说，如果要对目标造成真正的伤害和死亡，需要10到15克军用炸药黑索金才能实现。袭击者有可能将爆炸物藏在传呼机或手机中，并放入微型雷管，确保连接加密。这样只需要发送一个代码就能解密引爆雷管，但这是任何人都不容易做到的事情。美国退休联邦调查局特工史蒂夫·摩尔则分析认为，本次袭击属于一项高度复杂和隐蔽的行动，因为必须在传呼机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而且必须提前掌握足够的情报，才能知道真主党正在大量购买传呼机，并且必须能够对其进行定位。由此看来，真主党内部很可能有内鬼。有知情人士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周早些时候主持的内阁高级成员和安全部门主管会议批准了这次行动。黎巴嫩消息人士证实称，黎巴嫩真主党大约在5个月前订购了5000部新型传呼机，提供给高级成员。据称由中国台湾地区一家名为金阿波罗的公司制造，但金阿波罗公司18号迅速澄清，称没有参与生产涉事的传呼机，并表示涉事型号的传呼机由总部位于匈牙利布达佩斯的 BAC 公司制造。金阿波罗公司在几年前向其进行了品牌授权。针对这起事件，台湾士林地检部门已分案，并交由安全专组侦办。台湾经济部门则表示，根据从业人员的说明，传呼机仅具备接收功能，电池容量没有爆炸导致死伤的可能性。此外，记录显示，从2022年到2024年8月，金阿波罗公司共出口26万套传呼机，主要对象为欧美国家，期间没有产品发生过爆炸，也没有产品直接出口到黎巴嫩的记录。而匈牙利政府18号发布一份声明，澄清称，黎巴嫩大规模爆炸中使用的传呼机设备从未出现在匈牙利，被台企金阿波罗点名的 BAC 公司只是一家贸易中介公司，在匈牙利无制造厂。当地媒体还证实， BAC 公司登记注册的地址是一栋专门提供公司注册地址的楼房，有多家公司总部登记在这个地址。 BAC 公司很可能是一家空壳公司。有分析认为，出售传呼机的第三方可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为这次袭击而布设的情报掩护。一名接近真主党的消息人士称，这批传呼机显然在源头就被动了手脚。如果按照相关厂商的这样的说法，是由一个欧洲的皮包公司来进行贴牌的生产，那么我们也看到有媒体报道说，这样的一个生产可能是在黎巴嫩境内来进行的。那么这就说明了以色列的相关情报部门对于黎巴嫩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整体性的渗透。那么即便说并不是如此，而是在黎巴嫩的境外来进行，那么也进一步的来证实了，实际上在供应链侧对
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它本身以色列的情报部门是有着一个全盘的掌握，并且是在较早的时期就进行了渗透。在大量传呼机发生爆炸的第二天，黎巴嫩又遭遇一轮电子设备爆炸，这回主要是手持式对讲机。爆炸的对讲机图片显示，对讲机上贴有 ICOM 和日本制造的标签。日本 ICOM 公司表示，图片中的对讲机的型号为 IC-V82，已于2014年停产。日本国外曾出现大量该型号对讲机的假冒商品，因此 ICOM 公司给2013年8月以后投入市场的对讲机贴上防伪标识。ICOM 是一家总部位于日本大阪的无线电通信和电话公司，成立于1964年。根据该公司网站介绍， ICOM 是少数没有将生产转移到成本较低国家的无线电设备厂商，其生产基地100%保留在日本，可生产小批量多型号无线通信产品，产品销往全球80多个国家。该公司还介绍称， ICOM 的陆地移动无线电被世界各地的许多专业组织使用，例如美国国防部和美国海军陆战队。有消息称，除了对讲机外，此轮爆炸中也有家用太阳能设备、收音机、手机等震动后爆炸。有分析认为，普通的传呼机和对讲机是不可能被遥控引爆的，这些装置一定是事先被人做了手脚，比如植入小型爆炸物，而如此操作的前提是有计划的供应链渗透，比如控制了某个中间商。此外，目前涉及的爆炸设备都有同一个特性，就是本来就能接收无线电信号。类似的设备还有手机，但手机品牌商更大，供应链监管更严格，不容易渗透。以色列舆论称，以情报部门曾多次实施类似行动，比如1996年1月5日，哈马斯炸弹专家叶希耶·阿亚什被手机内植入的微型爆炸装置炸死。爆炸事件凸显了电子设备的可能被武器化的隐患，使用手机进行暗杀的行动屡见不鲜。因此，黎巴嫩真主党方面要求其成员不得使用手机，而改为单向接收信号的传呼机，并认为这样更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8号对黎巴嫩连续2天发生通信设备爆炸事件表示震惊。他认为该事件表明黎巴嫩局势面临急剧升级的严重风险，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局势升级。有消息称，应阿拉伯国家的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将于20号召开会议，讨论黎巴嫩爆炸事件。实际上，本次袭击呢是基于一个供应链侧的袭击，那么它实际上是将爆炸物与民用物品来进行了一种结合，并且通过远程的网络袭击的方式，来对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地区进行了一个物理性的伤害。那么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它是开创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因为它本身攻击的目标是一个非定向的，那么它也造成了整个社会性的恐慌，对于整体社会的这种非传统安全的风险都出现了一个激增。那么更多的东亚厂商被卷入其中，实际上这也说明了从国际贸易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角度来讲，今后可能会面临着更大的一个安全的风险。多国及国际组织也纷纷谴责此次爆炸事件。近年来，饱受恐怖主义威胁的欧盟方面，由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发布一份声明，谴责爆炸事件，称这些袭击不仅危及黎巴嫩的安全和稳定，还增加了局势升级的风险。对于黎巴嫩发生通讯设备爆炸，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19号称，中方给予高度关注，反对任何侵犯黎巴嫩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对事件可能引发地区的紧张局势升级表示担忧。中方呼吁有关各方切实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黎巴嫩发生2轮通讯设备爆炸事件，先是传呼机，后是对讲机。那这究竟是谁干的呢？算不算是恐怖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主持人好，很明显，这2轮通信设备爆炸事件，据报道呢是以色列特工干的，包括以色列最亲密的盟友美国都认为以色列对此负有责任。2轮爆炸，先是传呼机爆炸，12人死亡，近3000人受伤。其中呢有2名儿童死亡，而大多数伤者是脸部受伤，尤其呢是眼睛，还有一些人的手或者是手指被炸断。之后呢是对讲机爆炸，20人死亡，450人受伤。尽管袭击的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但是实际上呢是无差别袭击，无法确立严格的对象，是不分场合、不分场景、不分对象的攻击。商店、大街上、汽车里都有爆炸。小孩、妇女、成年男子皆是受害者，所以呢，联合国秘书长感到震惊。
以色列不敢承认，美国中情局原官员则感叹，这招呢大概没有其他国家能做到，哪怕是美国。说真的，这是真的很恐怖，比单向的用通讯系统定位来发动袭击，比如炸死车臣武装首领杜达耶夫，或者呢通过网络发起黑客行动，比如美国和以色列用计算机病毒袭击伊朗军事计算机，导致1000台铀浓缩离心机损坏，都要严重得多。以色列的行动呢，不仅是通过侵入对手的核心供应链，导引出新的这个供应链战争，而且呢，让很多人对外国产品产生深深的怀疑。谁知道呢？下一个爆炸的是不是自己手中用的手机、电脑，或者是别的什么？就像美国前特工斯诺登所说，传呼机爆炸事件让世界上每个人都变得更不安全了。如果有一天出厂的 iPhone 内部塞满爆炸物，媒体就会更明白今天发生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先例。这起事件呢，不仅给黎巴嫩人带来了恐惧感，也给世界带来恐怖感。人们对来自国外生产的电子产品，恐怕呢会多一份担心，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国际贸易。这两起爆炸事件的直接后果是，以色列加剧了与黎巴嫩真主党的仇恨，真主党的盟友呢也会择机反击。伊朗坚决谴责这一行径，俄罗斯批评以色列用高科技袭击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这都是有道理的。巴以冲突呢尚未结束，又可能点燃以色列和黎巴嫩的战火，这中东战争的导火线呢是迟迟作响。有报道称，被引爆的传呼机来自台湾商标，对讲机则是日本品牌，但台湾厂商和日本企业都予以否认，说他们没有制造过。那么，究竟是谁制造了这些带有爆炸物的通信设备呢？到现在为止，还真的不知道究竟是怎么把微型炸弹置入传呼机和对讲机的。不排除呢，以色列假冒了台湾和日本的品牌，也不排除以色列特工在产品运输过程中更换了其中的部件。总之呢，这件事还需要深入的调查，但最终可能呢会变成无头案，除非参与安装爆炸的人呢出来爆料。这里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供应链安全。就目前我们获得的信息看呢，这一批设备是新晋制造的，今年春天呢运到了黎巴嫩，而制造传呼机和对讲机的供应链条很长，其中包括零部件供应商、组装过程、物流运输、无线电传呼系统。涉及很多的环节，要过很多人的手，究竟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这是十分复杂的。美国前特工斯诺登揭露说，美国国家安全局经常在物流运输中，特别是在机场，对商业货物下黑手，来监控收件人。过去10年，货物安全从未得到改善，说明呢，美国是有机会在供应链中做手脚的。那么以色列呢，一样容易。这就涉及到更广泛的供应链安全。如果两国之间有冲突或者存在战略竞争，那么是否会通过某些产品的供应链来使坏呢？尤其是如果自身没有某些关键零部件，无法自力更生，那么如何在正常的商业交流和国家安全之间找到平衡呢？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是今后各国面对的严峻挑战，不仅仅是黎巴嫩。传呼机、对讲机对很多人来说都成了老古董了。那为什么黎巴嫩真主党还在使用传呼机呢？的确是老古董了。对我们大家来说呢，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通信工具，现在真的找不到踪迹了，只存在于回忆之中。对讲机呢，倒是可以看到，主要是安保人员在用，一般的人呢是不会用的。黎巴嫩真主党不是没有使用手机的能力，而是预防先进通信工具呢带来的泄密及不安全。他们严重依赖传呼机作为一种低技术含量的通信手段，是为了逃避以色列的位置追踪。寻呼机呢是接收和显示字母、数字或者语音消息的，比手机呢更难追踪。因为手机太脆弱了，即便不开机，可能呢都能找到你的位置。今年2月份起呢，真主党就要求指挥官和战士们把手机扔掉，或者呢拆解后保存在特定的地点，以防止以色列情报部门的渗透。不过呢，这一道命令是通过电视讲话公开下达的。于是呢，以色列特工知道真主党可能呢要用技术含量较低的通信方式。想不到的是，以色列呢就在传呼机和对讲机中呢安置了微型炸弹，对黎巴嫩形成
比较大规模的袭击。作为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密歇根州拥有15张选举人票。8月份，特朗普4次到访该州，哈里斯则有3次。密歇根州作为美国汽车产业的心脏，诞生了福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3巨头。在17号的竞选活动上，特朗普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作为特朗普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将在1年内实现美国国内汽油价格减半。他放话称，如果哈里斯当选，后果将是灾难性的，因为美国的汽车工业将在2-3年内不复存在。We're going to put 200%. You're not going to sell one car into this country. 在争取美国劳工支持方面，特朗普再获重大利好。18号，美国最大的工会之一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发表声明称，该工会不会支持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Well, listen, we interviewed both candidates, and we were seeking commitments from both candidates, and we couldn't get solid commitments on our core issues. 虽然该工会表达的是中立态度，但这一决定实际上对民主党而言是个不小的打击，因为在过去数十年，该工会几乎都是民主党的支持方。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成立于1903年，有约130万会员，包括大量的摇摆州会员，很有可能在选情焦灼的情况下左右最终的结果。数据显示，自从哈里斯取代拜登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以来，特朗普在卡车司机中的支持率飙升，已高达近60%。该工会也成为全美10大工会中唯一一个公开表态不支持哈里斯的工会。It's a great honor. They're not going to endorse the Democrats. That's a big thing. 哈里斯则继续主攻争取少数族裔选票。17号，他在费城参加了美国黑人记者协会的采访活动。近日，俄亥俄州斯普林菲尔德市连续收到针对海地移民的炸弹威胁，迫使多所学校和政府办公楼关闭。原因是在此前与哈里斯的辩论中，特朗普宣称海地移民把本地人的宠物猫狗偷来吃，这一言论导致美国出现更多排外情绪。哈里斯对此作出回应。It's a crying shame. I mean, my heart breaks for this community. 事实上，特朗普在7月31号也曾接受美国黑人记者协会的采访，当时特朗普公开质疑哈里斯的黑人身份，招致外界批评。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调查，63%的黑人选民计划支持哈里斯，而支持特朗普的比例仅为13%。另据美国媒体报道，111名共和党前议员和官员公开表示支持哈里斯。据悉，这些政治人物包括前特朗普政府官员以及曾在前总统里根·布什父子手下任职的官员，他们谴责本党候选人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每天在政府中制造混乱，认为他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不适合再次任职。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9月18号，美联储宣布大幅减息50个基点，是4年多以来的首次降息。美联储选择了比投资者此前预期更为激进的降息措施，且时间点十分敏感，距离美国大选投票仅剩约7周，这导致当天美国股市收盘下跌。特朗普批评降息或出于政治动机，哈里斯则称赞降息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福音。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仅剩47天，当地时间17号晚，美国前总统共和党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参与竞选活动，这是他15号遭遇第2次暗杀未遂事件后首次公开亮相，并主动谈及这起事件。距离大选投票仅剩不到2个月之际，美联储宣布降息，也被指有可能影响选情。9月15号，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高尔夫球场遭遇刺杀未遂事件。一名男子带着手枪藏在灌木中，准备伺机枪击正在打球的特朗普。就在他将枪管推出灌木丛时，附近的特工向其开枪，枪手逃跑后被捕，特朗普安然无恙。但这宗事件让安保人员大为紧张，可以说是风声鹤唳。就在这起事件发生3天后，当地时间9月18号，特朗普在纽约长岛准备参加集会数小时前，网传附近一辆车内发现爆炸物。当地警方迅速采取行动，证实是虚惊一场，并逮捕一名散布谣言的人士。随后，竞选集会顺利举行，特朗普还主动提及了此前的刺杀未遂事件。This evil would-be assassin got within a few hundred yards of where I stood, but thankfully, our outstanding Secret Service agent, and they are outstanding.
特朗普当天的心情看上去很不错，他专程前往纽约大学附近的一家比特币主题酒吧，首次体验了如何用比特币付款，并花了998美元请支持者们吃汉堡。有分析指出，特朗普的这次短暂停留是他为争取加密货币持有者的支持而做的最新努力。今年7月，特朗普在纳什维尔举行的比特币2024大会上发表了主旨演讲，承诺如果他重返白宫，将任命加密货币友好型监管机构，并建立国家战略比特币储备，以确保美国成为全球加密货币之都。9月16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 X 以直播形式向约9000万粉丝给其家族支持的一个新加密货币项目 WLFI 打广告，并谈及他在区块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据悉，这个新的项目实际上由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运营。特朗普曾在其总统任期内说加密货币是一种诈骗犯罪，但他在最新的直播中又说：“我的孩子们让我无比大开眼界。”距离美国总统大选不到50天，但特朗普的筹款状况不及哈里斯。在遭遇最新的刺杀未遂事件后，他仅仅休息了2天，17号就前往密歇根州弗林特市参加筹款造势活动。但外界对特朗普2个月内遭遇2起未遂刺杀事件感到震惊。7月13号，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举行的集会上遭枪手袭击，右耳受伤，现场1名观众死亡，另有2名观众重伤。It's a dangerous business, however, being president. 9月19号至21号，2024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在山东举行。今年纪念活动以坚持命运与共，携手建设和平共处的世界为主题。来自亚非拉欧美80多个国家、100多个政治组织、和平团体、安全智库的120多位嘉宾和代表出席，共话和平与发展。连月来，和平共处5项原则发表70周年纪念大会，第12届世界和平论坛、2024年国际和平日纪念活动接连登场。可以看出，中国搭建了一个个凝聚和平共识的平台，帮助国际社会互相理解，推进团结合作。有外国代表向我表示，他们赞赏中国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大国担当。Well, as I said, President Xi's leadership, in terms of the Road and Belt Initiative and other initiatives. 纳米比亚人族党政治局委员、人族党党校校长查尔斯·姆比塔表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体现了世界和平和国家安全的相互联系。To adhere to the ideas of the Presid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idea of glob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 and the idea of global security initiative, because you cannot develop without peace. Peace and development have to go hand in hand. 多次来到中国，曾在清华大学学习的巴基斯坦中国之友论坛主席巴亚兹德卡西表示，中巴两国在政府间、人文交流、学术以及经济等多个领域都开展了合作，两国共建“一带一路”，传递友谊。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Pakistan and China to mutually contribute towards the well-being of the BRI, as it is a precedent which needs to be set as the world is going through a lot of crisis, and in this hard times where China is putting in all efforts to connect the world. 美国现在所做的事情，颠覆了它一直以来作为文明灯塔的形象。它现在成了一个不稳定因素。中国在这个时候为了实现和平，提出3大全球倡议，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So that is why I think that any constellation does require that countries like the BRICS countries, the SCO, the African Union, ASEAN, these countries. And new members who want to become part of that must speak out.
与会嘉宾们还共同观看了以“命运与共，共护和平”为主题的故事会及文艺演出。演出由兼美、和合、大同3个篇章组成，展示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近日，有美国舆论渲染称，美军目前正加力研发由库存炸弹低成本改装而来的反舰制导武器，并计划囤积大量此类武器以应对所谓威胁。一直在军备上稍显不眨眼的美军，现在为何开始向成本效益看齐？这项被美军极力鼓吹的快速击沉战术，究竟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实际效果又如何？来看报道。据报道，目前美国正以快速击沉为概念，加紧测试一款低成本的反舰武器，并计划大量囤积，以加强印太地区美军力量。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透露，这显示出美国在军事策略上正转向更注重成本效益。这一理念在业界称为可负担的大规模，即储备大量相对廉价、易于制造的武器，以应对威胁。公开资料显示，这一全新的反舰制导炸弹由美军广泛使用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 GBU-31捷达姆改装而来，具备价格低廉、可大批生产的特点。经过改装后的炸弹将拥有反舰能力，其尾部的 GPS 制导装置与新装在弹头的雷达导引头、侧面整流罩中的红外成像制导模块整合为一体。时事评论员蓝云向深圳卫视表示，该项目得到美军大力推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美国海军在战略战术认知上的改变。它这个转变的目的的话，首先是增强自己这个反舰能力，尤其是这个纠正以前的错误认知。以前的话就觉得这个反舰导弹或者制导炸弹的话要用各种的花样，比如说要么就是高超音速，要么就是隐身掠海，这样才能够穿透这个敌方的防御系统。但是现在觉得没有必要了。目前快速击沉以美国空军的 B-2战略轰炸机作为平台。理论上 B-2轰炸机能携带最多16枚 GBU-31炸弹，将形成一定的精确火力覆盖。不过，该武器的平台并不仅限于轰炸机。事实上，早在2022年，美军就进行了快速击沉首次测试，并使用了一架 F-15E 战斗机发射一枚改装版 GBU-31炸弹，将墨西哥湾的一艘靶船炸成2半。在执行攻击任务时，这种经过改装的 GBU-31炸弹是用标准的卫星制导滑翔炸弹模式飞到作战区域附近，并启动雷达和红外成像导引装置锁定目标，最终引导炸弹在目标船体水线以下部位爆炸。由于 GBU-31是2000磅级重型炸弹，它的爆炸威力远在常规反舰导弹之上。今年7月的环太平洋2024演习期间，美国海空军与澳大利亚海军共同击沉塔拉瓦号2栖攻击舰。B-2战略轰炸机就向塔拉瓦号投掷了一枚改装后的 GBU-31制导炸弹，并配合超级大黄蜂战机发射的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以及澳大利亚海军悉尼号驱逐舰发射的新型海军打击导弹，最终击沉了塔拉瓦号。不过，也有观点指出，由 B-2隐形轰炸机投掷低成本制导炸弹这一战术转变，实际上也是美军先进反舰导弹产能不足情况下的应急举措。此前，美国空军曾规划用 B-1B 轰炸机携带 AGM-158C 远程反舰导弹攻击对手的渡海舰队，但五角大楼后续意识到，美军库存的远程反舰导弹数量远不足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打击行动，因此使用 B-2轰炸机投掷改装版制导炸弹的缩水版本应运而生。捷达姆制导炸弹在美军库存保有量大且成本低，进行改装并不需要额外追加过多的预算。数据显示，美军此前共订购74000颗捷达姆制导炸弹，总资金20亿美元，单价最初定为4万美元，后降为1.8万美元。尽管如此，相关新概念的实际作战效果仍待考验。公开资料显示 ，GBU-31这类重型捷达姆制导炸弹自身并没有动力装置，只能滑翔飞行，这意味着其射程和机动能力均十分有限。其制导能力主要依靠全球定位系统，也较为尴尬。虽与激光制导相比，适用范围更广，但在当前世界各国大力发展电子战的背景下，这一系统在遭遇信号干扰时，制导能力将大打折扣。加上 GBU-31没有隐形能力，很容易被现代化的舰队防空系统发现和拦截，突防能力远不及现代化的反舰导弹。这种快速击沉系统，这种制导炸弹的话，它必须要结合这个隐身的飞机才能够发挥作战效能。那么第二就是它就好比像是一枚鱼雷在水下爆炸一样，对这个弹药的制导精度以及它的引爆时间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可以说是在隐性和制导精度这个领域的话，挑战还是很大的。
目前是只是这种弹药的这个比较初级阶段的试射，在今后的话，它能不能把这个技术门槛给跨过去的话，还是个未知数。事实上，近年来美军出现越来越多新瓶装旧酒的案例，显示出美军在装备创新上的瓶颈。同样，在环太平洋2024演习中，美军还测试了 MK70集装箱式导弹垂直发射系统的追踪、识别与拦截能力。有消息指，测试的发射平台或为没有宙斯盾系统的货轮。对此，美军拒绝透露相关细节。据悉，该发射系统由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研制。去年10月，美军曾在独立级滨海战斗舰 LCS-28萨凡纳测试了这一发射装置。当时使用飞行甲板上的 MK70集装箱垂发装置发射了数枚标准 SM-6导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集装箱武器是成熟民用产品顺势转化并与武器系统相结合的产物。对武器性能的要求越高，需要集成的软硬件设备就越多。螺丝壳里做道场的结果反映在成本上，投入就会相应增加。尤其是要达到相互之间具有联网能力，甚至融入更高层面体系的水平，成本还会继续攀升，而这也可能就会违背美军期望的小成本大产出的初衷。90年代末到现在的话，美国很多的武器系统都在设计阶段或认证阶段的话，都考虑到如果是如何用低成本来研制和制造它。低成本武器系统不一定都是失败的，也不一定都是成功的。具体的话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实际的情况。非常失败的一个典型的话就是滨海战斗舰，它的这个过于简陋的武器装备和过于这个贫弱的这个火力的话，让它现在几乎处于这个等于是退居二线的状态。